现在呢，我简单煮了点面条，吃点早餐，吃完就出发了。然后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吃东西了，弄个盆给他，看他吃不吃吧。我的现在好像有一点奄奄一息了。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你吃啊。来，喝点水吧，喝点水吧。不吃吗？喝点水吧。哇，他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他又爬回去要睡觉了。我这个外套已经全部都是这些虫子了，大家看。他在这里睡了一晚上，我已经不知道他多久没有吃东西了。我简单的吃一点吧，吃一点呢就把他送到那个镇上去，看还能不能有救。也不知道镇上有没有治疗他的手段。小地方。好了，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车上面的东西全部清空了。然后待会儿呢，把它放到车上，然后骑车走个10来公里的山路到镇上去。那个镇在山的那一边，从我这里过去呢要10公里。然后呢，因为我要骑车走，然后东西全部扔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拿我的东西，我就留个字条吧。好的，现在我写了个字条放在这里。现在出发，天已经亮了。我很担心我的东西会被人拿走，但是不管了，拿就拿吧。
它呢一直很安静地趴在我的车上，不叫也不闹。刚才我走着走着就没有听到那个猫的声音了，然后我打开这个车一看，那个猫不知道在哪个位置跳车走了。哇，可能它受不了一路的颠簸吧，太痛苦了。距离镇上只有最后3公里不到了，但是那个猫已经找不到了，我不知道它跳到了哪里去。刚才我沿着这个来路找了一圈，现在我再找一圈吧，如果找不到的话，再找吧。我离这个澄海镇只有最后不到3公里了，没想到它竟然大概在1、2公里之前，我还听到它的叫声。它突然叫了几声，叫得特别大声。然后估计是在跟我道别吧，它可能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不想拖累我。他肯定是自己跳车走的。我这个车围栏那么高，而且这边的路也比较平，不可能说颠簸的时候把它颠出来。目前呢，只有3种可能：一种是他跳车之后，然后远离这条公路，不让我再找到他；还有第3种是路上有好心人把他给救走了，这是最好的结果了。希望他被好心人救走了吧。喵喵，我一路走一路叫吧，喵喵，看看他会不会还能有他的回应。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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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十分的渺茫了。我从上午找到了下午，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找到。也许他已经被别的好心人救走了吧。又重新回到了发现他的地方，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再从这里钻出来了。这个是他睡的衣服，但是我只带回来1件衣服，这件衣服已经失去了它的主人。昨晚上他就是跟我在这条山路这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然后他就是睡在这个车底下。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了。我在那边的路上找了5次，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找得到他。现在呢，感觉整个心里空落落的。刚捡到他的时候，害怕他会说成为我的累赘，然后看到他的伤很严重，又想扔掉他，怕自己说会花很多的钱去医治他。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以为是我在救他，没想到事实却是我被他给拯救了。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的菜地那边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鸟，然后当时我求着我的爸爸去医治它，然后爸爸说救不了了，然后我又哭着求我的爸爸，最后爸爸把那个鸟带了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的自己看到一只受伤的动物就能那样子不假思索的要把它治好，而现在长大成人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竟然想的是会不会成为我的累赘，我会不会因此花掉很多的钱，我会不会亏本。现在回想起昨天遇到他的种种，并不是我救了他，而是他把我那颗支离破碎的童心给拯救回来了。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我一定会不加思索的施以援手。刚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他在那个路边叫得很凄惨，然后跟了我以后呢，他不叫也不闹，就是很安静的趴在我的旁边。然后呢，我是一个人在外面漂泊流浪的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个世界有我没我都一样。但是他教会我不是一无是处，我就是他的全部。他趴在我旁边，宁静又安详。我看他身上的伤势特别的严重，但是他丝毫没有展现出痛苦的样子，好像有我在旁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一样，好像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他那么信任我，没有想到最后我还是疏忽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救得了他。